前阵子 Netflix 影集《怪物》引发了热议。这出剧呢改编自35年前震惊全美的真实命案，富豪夫妻在自家惨遭了杀害，而犯人竟然是他们的一对亲儿子。而这一对养尊处优的兄弟，到底为什么要自毁前程杀害父母，直到今天都是美国社会争论不休的话题。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梅内德斯兄弟弑亲案吧。嗨吼，大家好，我是志奇。1989年，在美国富人区比佛利山庄，富豪梅内德斯夫妻呢，在自家内惨遭了枪杀，而且两人都身中数枪，现场惨不忍睹哦。屋内呢，从墙壁到天花板，到处都是血迹。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呢，这起命案的凶手举枪对着梅内德斯夫妻一次次的扣下扳机的，不是别人，而是他们的亲生骨肉。当时年仅21岁，还有18岁的莱尔跟艾瑞克梅内德斯这对兄弟。而令外界愤怒还有不解的是，梅内德斯一家看似富裕美满，而这对生活优渥、有着大好前程的年轻兄弟，却仿佛丧尽天良，选择用这么残暴的手段，亲手杀害养育自己的父母。那今天这集我们就会根据梅内德斯兄弟逆轮血案这部纪录片，透过两兄弟本人以及当初参与案件的检察官、陪审团的说法，一起来厘清案件的来龙去脉。包含他们的犯罪动机到底是什么？审判过程当中揭露了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而这起35年前的凶杀案又为什么到现在还是一直被讨论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到工商服务时间。你是想要煮菜又怕麻烦的人吗？那你一定要注意这场线上课程，由料理达人 Kazu 研发的奇迹的一物多煮公式，堪称料理懒人福音。一物多煮公式为什么这么神奇？因为它破除了2大煮菜迷思。第一呢，其实日常煮菜只要懂8种食材就够了。因此呢，这堂课精选了8种全年好买、口味又受欢迎的食材。第二，一个食材呢，只要会6种变化，就能够让人吃不腻了。所以只要掌握这套料理公式，懒人也能够每天轻松上菜，不烦恼又不重复，根本奇迹。讲师 Kazu 呢，已经出版了3本热销食谱，他的料理教学影片更累积了超过5000万观看。Kazu 丰富的料理经历让他超清楚哪一些做法最适合怕麻烦的人来学。现在就把握限时早鸟优惠，用优于4折的价格入手课程，结账输入折扣码 COOK77，还能够再省350元。懒人们动起来吧！光看生平背景的话呢，这起案件的主角可以说是典型的人生胜利组。爸爸荷西是从古巴移民到美国，白手起家的励志富豪。妈妈凯蒂呢，则曾经是选美小姐、教师。两人分别在1968年还有1970年生下儿子莱尔跟艾瑞克。而这两兄弟不仅从小养尊处优，在外界眼中也是优秀青年。哥哥莱尔呢就读常春藤名校普林斯顿大学，弟弟艾瑞克则在网球界小有名气，高中排名是全美第44名。这一家人就住在美国最有名的富人区比佛利山庄，是典型美国梦的代表。但是这样子看似美满的家庭，却发生了惨绝人寰的悲剧。1989年8月20号的深夜，警察接获兄弟俩报案，说他们的父母在家中被人枪杀身亡。警方抵达之后，发现凶手用的是散弹枪，而且呢，在夫妇俩身上都开了好几枪，尤其爸爸荷西头部呢更是被打得面目全非，整个房间也因此布满了血迹，甚至就连天花板都脑浆滴落。如此残暴的犯行，让警方认为应该是暴徒所为，压根就没有想到会跟这2位风华正茂的富二代兄弟有关。因此，他们在第一时间就相信了兄弟俩，声称自己当晚出门后去看了个电影，回家后才发现父母遇害的说辞，并没有对兄弟俩做火药残留物的测试，没有搜查他们的车子，还把他们当成受害者一样照顾。不过，没有过多久，警方就因为兄弟俩一连串的反常行为而起了疑心。接着，梅内德斯夫妇过世之后，梅内德斯兄弟继承了1000万美元的庞大遗产，也开始花钱如流水，过上了普通人望尘莫及、奢侈糜烂的生活。名车、名表、店面、保镖，只要是钱买得到，他们通通都不手软。他们突如其来的剧烈转变，让警方开始怀疑，可能是这对兄弟呢觊觎家族的财产，才对父母痛下杀手。那尽管错过了第一时间搜证的机会，但后来警方还是设法找到了一些证据，比如兄弟俩购买散弹枪的记录，以及更关键的是弟弟艾瑞克向心理咨商师自白犯行的录音档。在1990年的3月，也就是案发7个月之后，兄弟俩被逮捕归案。之后呢，警方陆续搜集到更多的证据，包含了狱警在这个牢房里面找到的兄弟俩的私下通信等等。而且这个检察官呢，也透过这些陆续搜集的证据，以谋杀罪将起诉这对兄弟。
那兄弟俩的罪证确凿，案件呢看似水落石出，但没有想到在法庭上面，兄弟俩却又爆出另外一枚震撼弹，说其实他们的父母才是那个残暴的怪物。庭审的期间呢，两兄弟虽然坦诚犯案但他们反驳了检方的说法，表示之前那些挥金如土的行为只是为了发泄父母离世之后内心巨大的空虚感。况且呢，他们早晚都会继承遗产，根本没有必要为减行凶。他们主张呢，自己是出于恐惧不得不谋杀父母，因为他们家呢并不是外界想象的那种和乐融融的温馨家庭。其实表面上面是一个好爸爸的荷西，在私底下面一直对他们进行精神还有身体上面虐待，甚至哥哥莱尔说呢，自己从5、6岁开始就常常遭到爸爸的性侵，年纪还小的他，甚至还曾经有样学样猥亵过弟弟，让他长大之后感到非常痛苦。弟弟艾瑞克呢，也同样表示自己常年受到爸爸性侵，还曾经因为试图拒绝被爸爸拿刀呢抵在脖子上面威胁要杀他。此外，他们还说这一切的事情呢，妈妈凯蒂其实一直都知情，但却从来没有伸出援手，甚至还怪兄弟俩太小题大做，让他们觉得孤立无援。而兄弟俩的部分说法呢，也获得了不少家族成员的支持，表示曾经看过荷西殴打孩子。而两兄弟的表姐也证实莱尔小时候呢曾经跟他说荷西会对自己毛手毛脚，但当他把情况告诉凯蒂，凯蒂却没有任何的回应。在审判的过程当中呢，兄弟俩也自白这样长期的受暴经验如何导致他们决定痛下杀手。根据两兄弟的说法呢，事件的引爆点是当时艾瑞克正值高中毕业，他想离家去念位于北加州的史丹佛大学，借此跟父母拉开距离。但是荷西却坚持要他继续住家里，就近入读 UCLA， 还威胁艾瑞克说：“你别想逃离我。”这样从小就在受虐环境成长，艾瑞克整个人身心崩溃，甚至不断的出现寻短的想法。而莱尔为了保护弟弟，也跟荷西呢起了严重的争执。至于妈妈凯蒂呢，则一如往常选择袖手旁观。兄弟俩还说，随着冲突越演越烈，他们也开始把自身的受暴经验搬上台面来跟荷西对峙。而荷西呢，甚至因此祭出了死亡威胁，说他们要是敢把这些事情说出去，就会杀了他们。他们表示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呢，他们当时打从心底认为荷西一定会找机会把他们做掉。而在案发当天呢，双方又爆发了一次剧烈的争执，所以他们才会先下手为强，以求自保。那根据这个说法，两兄弟呢这方在这个审判当中辩称他们是出于正当防卫，而不是预谋要杀害父母。不过这个版本的故事跟检方提出的为钱谋杀实在差异太大了，也使得陪审团陷入了两难。纪录片指出呢，两兄弟虽然罪证确凿，也坦诚犯案，但在这对兄弟到底犯下了哪种罪上面呢，却让陪审团一个头两个大。如果是根据检方的说法，两兄弟是为了钱而谋划行凶，就是犯下了比较严重的谋杀罪。这样一来呢，他们可能就要面临无期徒刑、不得假释，甚至是死刑判决。但如果是比较偏向兄弟的说法，他们在犯案当下是自认有生命危险，是出于恐惧才会先发制人，罪名呢则会是非预谋故意杀人。在美国的法律当中，这指的是凶手在受到强烈的刺激，在情绪或精神状态不受控制的状况之下，临时起意的杀人，因此刑期呢也会比较轻，可能落在10年上下。有位陪审团的团员在纪录片当中回忆他们当时为了这个案件审议了整整1个月，却难以在罪名上面达成共识。陪审团里面的男性呢大多投给谋杀罪，但女性团员呢则倾向认为这是非预谋故意杀人。双方的意见僵持不下，最后还是没有取得结论。于是，在1991年的1月底，陪审团表明无法做出判决，法官宣告审理无效，案件又得再重新的再审。那经过了漫长的4年之后呢，梅内德斯兄弟弑亲案终于在1995年再次的开庭，但这一次的审判却受到了另外一起命案左右，让两兄弟的命运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95年的10月呢，被称为是世纪审判的辛普森案落幕。被指控谋杀前妻与朋友的美式足球明星O.J. 辛普森，在重重的这个争议声当中呢，获判了无罪，引发了美国社会舆论沸腾，质疑司法不公。而就在辛普森被判无罪释放的8天之后，梅内德斯兄弟弑亲案再次的开庭审理。纪录片的观点认为，这个状况呢，让当时承办梅内德斯案的法官检察官有着很大的压力。莱尔也表示，辛普森的无罪释放对他们的2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这次2审开庭的状况跟上次非常不同，法官不但禁止媒体拍摄，也限制了可出庭的证人还有专家数量，就导致那些在1审时作证支持梅内德斯兄弟的家族成员都没能够提供证词，甚至连当事人之一的莱尔都被不允许作证。此外呢，主审法官还质疑这个辩方没有资格传唤那些说这2兄弟是受虐儿童的专家，这是决定禁止所有以受虐为犯案理由的专家证词。
那其实呢，加州法律当中有明文规定，涉及到受虐妇女症候群的案件，也就是凶手可能是因为身心受创而杀人，那辩方就可以提供相关专家的证词。但法官表示，这个法律呢只适用于女性，而梅内德的兄弟不是女性，所以并不适用。而法官的这个决定也大幅的改变了审判的走向。与此同时，检方这边也提出了更多对于兄弟俩不利的证据，因此后来呢，陪审团只被给予谋杀罪有罪或无罪这2个选项。最后，在1996年，2兄弟被判定谋杀罪成立，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目前，梅内德的兄弟已经服刑30多年了，但这起案件并没有随着时间而被遗忘。在美国呢，不仅新闻报道时不时会回顾，而且这起案件呢，更多次被翻拍成了影视作品，像是前阵子上映的 Netflix 影集《怪物》，就让他们的故事再次受到了全球的观众瞩目。那随着现今社会对于虐待儿童、性暴力等等议题的关注度提升有不少年轻人自发性的发起了释放梅内德斯的活动，希望司法机关重新的审视这起案件，以及当时审判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瑕疵。除了外界的关注声援，2兄弟也还没有放弃。这30多年之间，他们持续采取各种法律手段，还在2023年的5月提交了新的证据，是一封他们在案发前写给亲戚的信。兄弟俩声称，信里面揭露了父亲对他们的虐待。那根据报道呢，法官预计会在2025年的1月底对新市镇举办听证会，让案件有机会再次的审判或重新量刑。今天介绍的梅内德斯兄弟逆轮血案纪录片当中，找到了很多当年有实际参与过审判的人，包含了检察官陪审团、家属、心理学家。那当然还有2兄弟亲自受访的内容，让观众呢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回顾这起案件。那如果你在看过改编影集之后，对于真实事件的细节感到好奇，或是对于这个案子感兴趣的话呢，这边也推荐你可以亲自的去看看这部纪录片。好的，那话说回来，这部纪录片呈现的比较多的是兄弟这边的说法，但我们在看过更多资料之后，也不太确定哪边说的跟事实更接近。毕竟这起案件实在是离我们太远了，不仅年代久远美国的司法环境也离我们蛮远的，所以真的是很难判断。不过我们觉得至少可以说，2审的时候呢，法官不接受兄弟俩因为受虐而犯行专家证词，这个做法是不公平的。姑且呢，不论他们到底有没有受虐，但至少应该让他们有机会去证明自己的说法。而且认为只有女人可以用受虐当作犯案的理由，就现在的眼光来看，也实在是让人无法接受。只是我们后来想想，法官的这个判断或许也跟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对于男性也可能遭受性暴力这件事情过去社会上面很少有公开的讨论，所以很多人根本无法想象会有这种事情的存在，因此会去质疑受害者说谎，而这样子的状况就可能影响到法庭上面的攻防。比如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呢，就有看到1审的检察官曾经在法庭上面说，男性不可能被强暴，因为他们没有被强暴所需要的器官。我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觉得既生气又无奈因为他所说的恐怕不只是个人的偏见，也很可能代表了当时社会的价值观。甚至2审法官提到的受虐妇女症候群这样子的用语，或许也反映了这种价值观，甚至也可能反过来加强这样子的价值观。这就让我们想到，之前在做杰尼斯丑闻那集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日本直到2017年修法之前，刑法当中的性侵罪呢，都只适用于女性受害人，男性就算遭到了侵犯也无法可告，相当于是直接在法律当中否定男性受害的可能性。那也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其实很庆幸有许多纪录片或戏剧作品愿意回头去梳理这些案件，把男性遭受性暴力的议题搬到台面上面，让大家一起去反思跟讨论。因为无论特定案件的真相是什么，这个议题都是需要被看见跟被讨论的。而透过这样的讨论，也更有可能呢去改变社会上面乃至于司法体系当中僵化的错误的观念，阻止下一个悲剧的发生吧。好的，那么今天的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觉得30年后的现在，梅内德斯兄弟应该被释放吗？不管经历了什么，杀人就不对，更何况呢是杀父母，判处谋杀罪终身监禁很合理。比兄弟呢从小就受虐，现在已经关了30年，处罚已经很够了，希望能有机会释放他们。自己不知道还是交给专业，就看新的市政能不能够帮他们翻盘了。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梅内德斯兄弟弑亲案。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辛普森案以及迪迪布兰查德谋杀案的相关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么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